大家好，我是台大教务处数位学习中心副主任江志刚。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台大高中端的数位课程推广计划，欢迎大家来参与。台大因应全球开放教育运动，制作优质课程于 OCW 及 Coursera 网站上架，促进教学资源的分享。OCW 网站于99年上线，累积至今已经超过240门课程，网站浏览人数呢也超过1800万人次。102年，台大也接受全球最大线上教学平台 Coursera 的邀请，成为全台唯一合作伙伴学校。至今 Coursera 平台上有超过60门的 NTU MOOC 课程。我们提供的 OCW 及 Coursera 课程中，我们挑选了适合高中程度课程清单，于学期初分享给高中端进行自主学习，并于每学期末举办实体及线上同步交流讲座，邀请热门课程的教授与高中生面对面分享交流，提供同学们了解大学课程，协助自主探索，作为未来选填科系和生涯规划的参考。大家好，那我叫孔令杰，我现在在台大资管系，就是资讯管理当副教授。那我在 Coursera 上开课也有好几年了。那几个比较主要的课，一个是那个商管程式设计，就是教大家写基础的 Python 的。那另一个是英语授课的，叫做作业研究 Operations Research， 大概可以想象成是一些最佳化演算法的这种商业应用这样子。我是台大经济系的林明仁老师，那在台大经济系任教已经满20年了。那在过去10几年呢，那我担任的都是大一基础的经济学的课程。然后在几年之前呢，我大概也就接受了台大教务处的邀请，然后在 Coursera 上面其实有把我们这个大一精元课程里面，大概是有1/4的部分，就以那个 Coursera 影片的形式录影，然后上传。本计划在109学年度开始试办，一开始是成功高中、师大附中2所高中，属于台北市的市区的高中，逐渐的扩大。那目前有6所高中，合作的高中呢，性质也从普通高中拓展到社区高中和实验高中，参与的高中生更加多元和全面。我们预计111学年度开放至全国高中，让全国高中生都有机会运用本校的开放课程资源，完成自主学习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台大的数位学习课程一直是国内的翘楚，然后也在华人市场甚至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的师生的很高的评价。我们当时在听到台大提出这样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初步就是只想到说，学生有很多的线上学习资源可以使用，但是另外更令我们惊喜的是，台大的数位学习中心还会把参与课程的教授带到学校来，也就是让学生能够跟这个线上的教授能够有亲身领受教授的这个教导的机会，那对学生来讲就增加了他们学习的诱因，所以我们也希望学生在经过线上的学习之后，能够在现场能够再跟教授请益，然后在他的未来的学习跟生涯发展上面能够有更多的启发。在108课纲刚刚上路的时候，那因为学校要负责的这个课程数量突然变得很多种类，那除了我们自己校内老师大量去开发多元选修之外，其实非常需要借重大学端的资源挹注进来。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学教授时间并不是那么好敲定啊，而且我们也不太可能期待大学教授整学期的来为高中生上课，所以这时候台大的数位学习中心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觉得非常棒。因为第一个，它可以学生可以随时的配合他自己的速度，想上就去上。第二个呢，也大幅度的解决了我们当初在这个开课的种类上面的那个不足啊，因为毕竟高中老师能够开出来课程会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开心有这样的合作机会。高中生如果能在高中阶段先了解大学在教什么跟学什么，理论上一定是对他们这个做选择是很有帮助的。现在有这种线上课程 MOOC 的话，大家都可以，就是只要你想要，你都可以花一些时间就可以了解大学的课在做什么。
像国外其实有很多 AP 的课程，那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教经济学的内容了。好，那我们的108课纲本来就是在自主学习这一块，好，本来就是也是国家在推的政策，那也是希望高中学生的时间可以多 release 出来一点，然后让学生去修习他们自己觉得有兴趣的课程。自主学习是108课纲重要的内涵，同时也是台大推动领域专长中希望同学具备的能力。同学需在高中3年利用弹性学习的时间完成自主学习课程。台大主动分享线上课程资源，提供高中生免费使用，让自主学习课程有更多元的选择。同时善尽大学社会责任，因为大学的教授可以开出来的课程种类真的太多元了哈，所以我们的学生他可以就他有兴趣的领域类别去做钻研哈，或者是尝试理解哈。那也许同学他可能对财经方面有兴趣，或者是对于法律方面有兴趣，那这个部分学校老师教的也许没办法那么深入，那同学就透过自主学习的方式，然后透过这个大学教授的一个深入浅出的引导，他可以自己去尝试学习。那当然这些东西这些专业的这个知识，毕竟对高中生来说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或这个课程最重要的是，高中生在自己碰到问题的时候，他还要再去自主学习，再去解决他的碰到的问题。我觉得是这个课程引入到中学校园最可贵的一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确实就是自学的能力比以前要重要的很多，所以上了大学会发现，老师们都在用各种方式引导或者是期待同学们做自学的活动。确实也合理，因为大学已经是知识的最前沿了嘛，很多东西学校是没办法教的。那所以这样子的技能，如果在高中就可以先培养，那肯定也是有帮助的。那线上课程是自己安排时间，自己选择主题，那这个东西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培养自学的能力，因为传统的年代是老师把东西都包好，然后一堂一堂一堂按顺序教给你，你既不选主题也不选进度。但是现在用线上课程的话，就是你自己要决定时间、进度、主题，有些主题要不要跳过，有些主题要不要重看。那这样子的动作，我觉得对这个比较需要培养自学能力的同学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过去2年疫情的关系，现在线上活动在线上发生，这个已经是大家都很习惯，也是常态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越来越习惯线上的自主学习的话，那对你自己去组合你自己身上所背的各种技能这件事，其实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效率，而且选择也非常非常的多嘛。在后疫情时代，我们的观察是，赋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时间的时候，那孩子的成就，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如果不懂得善用时间，不懂得善用资源的话，是很容易被弱化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想，如果在这样的条件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起来能够亲近这些好的资源能够在有系统的这个支持跟引导之下做完整的学习。那我相信这样的学习的视野，反而相较于过去是这个扩展许多。我们期待台大线上课程推广计划能让高中端的同学们、老师都能够有很好的素材，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寻找自己最适合的课程。而且这个平台除了我们提供的课程科目以外，同学们可以自我的探索，可以在中间寻找到更多属于你的课程。总体而言，以我去高中的印象来说，我觉得就是看到高中端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大家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意识到线上课程的这一些资源可以利用。对啊，我觉得相当的不错。那也蛮期待之后会有更多高中的老师同学都一起应用的。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最好最适合自己的老师，因为全世界的资源很多。那其实数位学习已经为我们开启了这一扇窗，可以衔接这个迈向世界、迈向全球的这样的学习的领域。那我想，我们应该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跟这样的资源，透过这样的管道来做未来学习的延伸。
我要鼓励跟勉励接下来想要参与这个课程的同学，一定要做好时间的规划，一定要养成主动去查找问题这样的习惯。那如此一来呢，我相信可以在这门课得到非常大的收获。了解你自己的偏好，理解你自己目前能力的所在。好，就你现在 level 到哪里？好你要打100级的怪，你就不能只有10级的装备。好，你就要做各种技能的锻炼。好，你打电动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都知道这个道理嘛。哈，那人生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不断的破关这样子。哈，台大线上课程推广计划预计于111学年度推广至全国高中，希望所有的高中师生共同参与此计划。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教育资源的扁平化、翻转的教学，你我都可以利用线上的资源得到自主的学习。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也要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哦。另外，我们还有 IG 与FB 粉丝团，欢迎来追踪与按赞。